你好，欢迎来到陪你读书。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《定价的力量》。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定价这个话题。具体是看一份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里的分析，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市场里，怎么通过定价来多赚点钱。对，现在这个环境确实挺挑战的，经济感觉有点慢下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大买家呢，越来越会砍价。加上网上什么价格都查得到，特别透明，还有国外一些成本低的地方也在竞争，价格压力真的很大。是啊，感觉好像光靠多卖东西，或者说拼命省成本，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了。这幅材料是不是说得换个思路，关注那个叫交易定价？没错，核心就是这个，别老盯着那个标价看。关键是每一单生意扣掉所有的折扣啊、优惠啊、返点啊这些之后，你真正拿到手里的钱就是实收价格。这个地方往往藏着利润。实收价格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定价的力量到底有多大。材料里好像有个数字，挺吓人的。对，是有个统计，针对标普5000公司的，说是如果其他都不变，价格只要能提高1%，才1%？对，就这1%，营运利润就能增加大概8%。哇，8%，这个杠杆效应太强了吧？是的，你想要是想利润也增加8%，你去降成本，比如原材料成本得降差不多1.5%才行。要是靠多卖货呢，销量得增加差不多3.3%。这么一比，调价格这个动作效果太猛了。但反过来想，也是个双刃剑啊。要是价格不小心降了1%，那利润也掉8%，一样猛。所以想靠降价刺激销量来把利润补回来，通常很难。怎么说？有数据测算过，比如说价格降了5%，你的销量得增加差不多19%，将近20%，才能保证总的利润不减少。增加20%销量，这在现实里可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所以说，轻易打价格战，或者说随便降价，往往是亏本买卖。明白了。那既然这个到手的实收价格这么关键，公司要怎么才能看清楚？怎么去管呢？听起来就很复杂啊，各种折扣、返点名目太多了。这就需要一个工具，材料里管它叫实收价格瀑布分解法。瀑布？对，瀑布。你想那个水流下来，一层一层减少，对吧？这个工具就是帮你把从标价一路到最后你实际收到的钱，中间所有让钱流失掉的项目，一层层的扒出来看清楚。这个比喻挺形象的，他举了例子吗？举了个全球做照明设备的公用商的例子。你看啊，他们产品有标价，对吧？但是开出发票的时候，各种折扣，什么标准折扣、特殊折扣、量大折扣、促销折扣一加上去，发票上的价格已经比标价低了32.8%，将近1/3，就这么在发票开出来的时候就没了，这就完了。还没呢。更隐蔽的，或者说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发票开出去之后的事儿。还有？对，比如给客户的现金折扣，就是早付款给的优惠，还有什么合作广告费、年底返利，甚至有些运费补贴什么的，这些都不在发票上直接体现。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，又让价格在发票价的基础上再损失了相当于标价16.3%的钱。我的天！这么算下来，标价100块的东西，开票先打个7折，然后各种费用再扣掉10几块，最后到手可能真就50块上下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很多利润真的就在这些环节悄声无声地流走了，管理者可能都没意识到。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，对吧？既然每笔交易情况不一样，那这个实收价格肯定不是一个固定数字。没错，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实收价格区间。就是说，你卖给不同客户或者不同交易，最后到手的价格高高低低会形成一个范围。还是拿那个照明公司说，他们最低的实收价格只有标价的30%，对，但最高的呢又能拿到标价的90%以上，这个差距也太大了，3倍啊！这个区间大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儿，它可能反映了你的客户确实不一样，需求不同，谈判能力也不同，市场竞争状况也复杂。那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你能不能去管理这个区间，就是说能不能想办法把更多的生意往价格高的那边推，
同时呢，找出那些价格特别低的交易，看看能不能改善，或者干脆，放弃掉一些。那这家照明公司，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做了什么呢？他们怎么管的？他们就去深挖数据，结果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原来他们以为大折扣肯定是给了那些采购量大的大客户，对吧？一般都这么想。但实际分析下来不是，很多小客户可能仗着关系好，或者销售人员没把握好，反而拿到了不成比例的大折扣。这些交易把平均的实收价格给拉下来了。哦，原来问题出在这儿。那他们怎么办？直接砍掉这些小客户的折扣？差不多是这个方向。他们开始调整策略，逐步取消或者减少给这些小客户的不合理的大幅折扣，大概处理了这类账户里的85%。那动作挺大的。对，同时他们也调整了销售的激励机制，让销售人员更愿意去做那些能带来高实收价格的生意，特别是那些大客户的，还加强了内部对交易价格的审批和 IT 系统的追踪。听起来是一整套组合拳啊。那效果呢？折腾这么一通，回报怎么样？效果非常明显。就第一年，他们的平均实收价格提高了3.6个百分点。3.6个百分点，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多。那别小看这3.6个百分点，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杠杆效应吗？对，1%能带来8%的利润增长。没错，随着3.6个百分点的价格提升，直接让他们的营运利润飙升了51%。哇，51%，就因为管好了这个实际到手价，这太厉害了。是的，所以这个案例就说明，在现在这种复杂的市场里，仔细细的去管好每一单生意的实收价格，真的是特别重要。这地方往往被大家忽略了，但潜力其实非常大。哪怕只是看起来很小的价格改善，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回报。的确如此。那么最后也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思考题吧，不妨花点时间想一想，在你自己的公司或者你熟悉的行业里，从那个报价单上的数字到最后真正进到公司口袋里的钱，这中间可能藏着哪些你以前没太注意到的瀑布环节？把这些环节找出来，看清楚，然后想办法去管理好它们。也许那驱动利润增长的关键的1%就藏在里面。